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经常感觉自己的头上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每天头这么一晃，后面就感觉晃荡荡的啊，特别的难受？或者有些朋友啊，只要一刮风一下雨，就总是感觉这半边会有一种嘟嘟嘟这种跳动的感觉啊，半边啊感觉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看到这个视频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因为我在这里呢要教给大家一个叫做八字锁。这八字锁你跟着我去做，把头上的一个开关给它解开，你会发现整个完全就不一样了。头上的大石头套着的紧箍咒啊，这个感觉就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大家。咱们这里啊分享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如果你感觉好的，你留下一个评论，打上有用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可以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简单啊。所谓八字锁，就是把我手伸出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八字啊？这么看一个八字。那么呢，我们先用2指这个位置贴住我们的耳朵，就这么贴住。贴住耳朵的时候，你们前后上下去摸一摸，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平台，就围绕这个平台，咱们进行一个上下的推动。大家可以看，来上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啊，咱们不能直上直下，因为这个手推起来，你看我直上直下的话是有弧度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耳朵是有弧度的？它其实就是引导着你怎么样做一个有弧度的向上推，你看这才是正确的啊，跟着这个耳朵的弧度来慢慢的往上，1、2、3，做多少下你们自己数，做上20下。刚开始跟着我做的朋友们，我不建议大家2个耳朵一起做，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找一种对比。你看，我们做上20下以后，当你手松开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啊，你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推，把这里微微的推到有一点发热，你自己数20下左右就差不多了。当你把手松开来的时候，我们感受一下这半边和这半边是不是2边开始感觉有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朋友啊，感觉耳朵听东西啊，都感觉一根针掉到地下都能听清楚。这是什么？这就是打开了一个开关，这才是半把锁。那么2把锁合在一起才是一把完整的锁。所以呢，打开半把锁以后，咱们先不要窃喜，再把另外半把锁打开，你会发现不一样。怎么去做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看。把我们的手掌伸起来，然后这个位置啊成一个直角，这里有一个小窝窝，我们用这个小窝窝刚好压住我们的耳朵。每个人这么做啊，你看，把我们的耳朵这里给它压实了，压实了以后，头转过来，大拇指贴上去，这么贴住以后，你看，就这条线叫做等身寸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么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用手慢慢的从外向内。就这么去推，慢慢的由外至内啊，去20下到30下，慢慢的去推。推的时候头别低着，别低着推啊。你这个单手先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感觉。慢慢的，当你推开来以后，也会有这种热热的感觉。就这么去推就行了。推上一个20下、30下以后，你自己感觉可以了，我们把手松掉。松掉了以后，你再活动活动头，你会发现不一样。那么咱们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她头上容易扎着一些辫子啊，或者盘扎一些头发，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顺利了。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咱们女性朋友做的方法，点着这个点，对不对？还是一样找这个角度啊，找这个横线，点着它以后，慢慢的动一动。然后再往内动一动，每个点转一圈，每个点转一圈，就这么转，把这条线给它解开，推到我们中间的这个窝窝里面，从外到内去推。如果你做到后面可以的话，2个手一起推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推完以后，我们现在就来做对比啊，2边找一下感觉，是不是发现有的朋友脸上开始发热了啊，左右开始感觉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差距啊。当你确定了这个动作对你感觉有帮助了以后，咱们就开始以后2个手都可以去做啊。这个由内由外向内去推一个8字锁，2个就是这样啊。你记住这个手势，
基本上你就把这个动作给记在脑子当中了。而且你记住啊，咱们所有的动作讲的都是细节，而这些动作好不好也是在于这些细节。好的动作要又简单又快，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好的动作。所以我把这个干货分享给你，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给咱们点上一个关注。在别人那里呢可能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都说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啊，就会让我们每天都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记忆力是时好时坏。有些朋友更加严重走路走着走着这个头就一下晕起来了，或者早上突然一起床的时候这个头昏昏沉沉的。其实呢，改善我们脑供血不足也非常简单，打开我们头上的一个经络锁就能让你的供血量增加。为什么呢？我们说头上有很多经络的点，这些点和点之间形成了一张经络网，而这个网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小结节。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这些经络的堵点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会导致了我们的一个供血量的一个减少。其实打开了我们头上的一个经络点就能让我们的供血量增加，而且做完了以后你的头上会感觉非常的轻松整个人一下子就精神起来了，头脑也感觉特别的清醒。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教给你怎么样去打开我们头上的一把经络锁，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里面会有很完整的一个教学，跟着我去做，让你的头上的经络锁完全打开。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首先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书，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把梳子纯实木制作，而且呢是专门针对我们头上经络的堵点而做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它的梳齿是非常的圆润，而且呢它的这个头和我们普通的梳子不一样，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渗透性的梳开我们头上的经络。接下来我会用这把经络梳给大家来演示动作。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叫做推天门，这个天门是哪呢？就是我们印堂往上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呢有一条线我们把它形容成门缝。你只有把这个天门给打开，才能够更好的打开我们整个头脑的一个开关大家注意看用我们这个梳子最大的一个梳头对着我们的这个印堂往上推，1、2，从侧面看一下，3、4，你应该能看到明显的我在往上推的时候有一个气血的线被我推着往上顶，4、5、6、7，我这里呢做慢点给大家看一下，8、9、10，你看，慢慢的往上去推。这个动作我们去做一个30下到50下。在做的时候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很多人做的时候会犯一个误区是什么呢？他直接用手去推。这个手刚开始你推1天2天可以，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它会造成我们皮肤和皮肤之间的摩擦力增加，然后造成了我们头上会始终印着一条红色的线，而且皮肤增生这里呢我是不推荐大家用手的，一定要用这种圆头平的这个梳头去推不然的话，后面你如果说头上皮肤增厚了那到时候看起来特别难看，你再想解决，那就要很久很久才能把这个点给代谢掉，而且期间你什么动作都不能做我们就这样去做，30下到50下。其实第一个推天门就非常的厉害它通过这个点这个线，就把我们整个头上大部分的点给打开了，而且做完以后你会明显发现头上特别的轻松，然后呢眼睛进光量明显的增加，这个就是推天门线。好，第一个点做完了以后，咱们做第二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打开我们的气血的一个通道。这里呢是有讲究的我们去推的时候是从哪边呢？是脖子后面侧着的一条线，也就是说，你看大家看我把衣服拉开，大家可以注意看，我手在这里摸，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棱就像一个山的脊背一样就在这里这条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我们的耳朵上方顺着偏后一些往下刮。这里很多朋友会问我会不会推到我里面的一些斑块？这里完全不会的，因为我们走的点都是避开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血管在深层你去推不是那么容易去推到的这里大家可以放心1看偏后，2、3、4，大家注意看这个梳子放在我们的耳朵上面，然后往下刮5，把这个脊给它全部推开。6，我们甚至做的时候，为了加强效果，我们脖子可以微微的这样，你看倾斜歪一些
啊，你看，做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梳子的梳头啊，它里面已经完全处理过了，所以它非常的光滑。我们即便啊不涂任何的油，大家注意看我这个力度啊非常大，啊这么大的一个力度，我即便不涂任何的油，我推在我的皮肤上面，用我们皮肤上面自带的一些皮脂啊，充当些许的一些润滑，它能完全的就能保护好我们的皮肤，而且不疼啊，非常舒服啊。我们就这样去做上一个多少下呢？做上一个啊30下左右。做完以后啊，你要明显的感觉啊，半边的啊，就是我包括耳朵在内啊，这半边它会有个明显的气血往上走的感觉啊，就感觉发热，而且呢，半边的头脑会非常轻松，甚至你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感觉肩膀都轻松。那么这个啊，推我们侧边的点啊，你就推到位了。好，我们做完一侧，再把另一侧给大家演示，一定要把这个，我把衣服拉开给大家看一下，头可以微微偏一些，那大家注意看啊，就这条线，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看1、2，从我们耳朵啊这个位置啊，大约这个位置，3、4、5、6，顺着往下刮就可以了。7、8、9、10，好，我们就这样去刮。好，这里演示啊就不演示那么多了。好，做完第二个步骤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来了，是什么呢？百会啊，我们前面2个步骤啊，都要把这个百会啊给它打开，百会放在最后，为什么呢？百会啊，诸阳之穴啊，这个地方啊非常重要，可以说它是我们头部整个网的一个终点。把这个点啊，只要给它打开了，这个锁啊就完全解开了啊。你看，从我们的发际线啊往后，一直到哪了？到我们的整个大椎啊，你看1、2、3、4、5、6啊，就顺着这个线，大家注意看啊，顺着这个线往后去推。在这里呢，我再转个身，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8啊，做的时候脖子啊往前移一点，一定要低低头啊，把后面完全暴露出来。我们就这样去做，刮到我们的大椎啊，就这样做。非常的简单，做起来也非常的舒服。好，这3个点做完，你会发现啊，明显的我们啊面部啊发热，这供血量增加，而且头脑会感觉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清醒。其实这个呢，就是把我们头上的经络锁啊给解开了。但是这个方法啊，它一定要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今天做1天，后面就完事了。它每天坚持啊去做，做上1个月以后啊，你逐渐这个锁啊，慢慢的完全打开了以后，你就会感觉啊，完全的不一样啊，自己的头脑上面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今天这个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因为你以后啊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讲的这么详细的一个视频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啊分享和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如果没关注的，关注一波，记得给视频点赞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经常头晕、头疼，头上面怕见冷风，而且啊，这类人群啊，大部分啊都是40岁往上走的。我们说啊，人只要过了40岁以后啊，头上面的问题啊就不是小问题，就一定要重视。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啊去洗头，对吧？洗完头以后，即便头发没干，你20岁左右啊出门头发也没干，无所谓啊，哪怕这个风啊对到你头上吹，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年轻。但是你换一个30岁或者40岁以上的人试试看，他头上啊一定要吹干，他如果不吹干，出门啊吹了冷风，第2天啊这个头上面就会疼，要不然就是头晕晕的，要不然呢就是浑身啊没劲，要不然甚至啊体质弱一点的还会感冒啊受凉。所以说我们头上的问题啊都是要值得重视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啊到了40岁以后就容易出现头疼、头胀，甚至啊我们头啊怕见冷风呢？那么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来解释这个答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头上眉头中间啊有一把锁。这把锁啊，它其实关乎着我们整个头部的一个筋膜的紧张程度。说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个头部经络的一把锁。你把这个眉头中间这一块，我手指的区域啊，给它解开了以后，你会发现立马的头上啊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而且解完了以后啊，头脑清醒，这个思维能力啊都甚至啊变强了。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教给大家。
那么这个锁在哪里呢？我们讲这叫天门线，就是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啊，这道线啊叫做天门线。你每天去推上一个100下左右啊，你就会感觉这个头上面非常的好，而且你随着你的往深度的一个推揉啊，慢慢的很多人额头上面就会出汗啊，把我们整个筋膜打开了以后啊，它就会向外释放一些不好的物质，通过汗液排出来啊。所以我们来做啊。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姿势是这样的啊，我用我手指的位置啊，就是我这个大拇指的小尖尖这个位置，顶住我们的一个印堂，然后往上去推。你看推到哪了？正好到发际线啊。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呢？两边是门，中间是一条线，叫天门线啊。然后来2、3、4、5啊，你去做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拿手跟着我去做，你们去感受一下。一般来说，你头顶的这个筋膜越紧，你越容易头疼，越容易感觉头晕的怕冷风的，你推这条线的时候越会感觉疼痛。很多人反馈刚开始都不敢下手，为什么呢？太疼了刺刺的、胀胀的、疼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无论有多疼你就忍着哪怕你轻一点就往上推，速度不用快，就是像我这样速度慢慢往上推。随着你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你会发现慢慢的它这个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感觉最后感觉就有一些微微的酸、微微的胀胀的感觉我们就这样去推上一个100下推完以后这个时候你把眼睛可以睁开，也可以往上挑一挑眉毛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此时你的头脑是轻轻飘飘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其实就是这么100下就把我们头上的这个经络网给打开了我们日常当中每天就做100下，但是我们的力道不要过重，因为过重了以后很多人他会在额头上面形成一道线就是红印子，它消不掉。我们正常力道就轻轻的、慢慢的往上推，这样呢，头上做完以后可能会有一道气血的印子，但是一会儿它就消散了，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也不影响你整体容貌的一个美观程度。所以呢，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如果学会的朋友呢，也给视频点个赞。我是大为，会给大家分享你学不到的养生内容，而且这些内容都非常实用，希望大家能关注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大了最怕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一旦跟不上了，整个人就会感觉晕晕沉沉的、迷迷糊糊的，而且呢记忆力时好时坏，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萎靡，你的精气神也会陡然下降那这个呢都是脑供血不足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都是有脑供血不足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改善我们头上的供血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咱们的头上都有一张看不见的网。这个网是什么呢？我们把手放在头顶随便你放在任何的位置，把手贴在我们头上，来回的抓一抓按一按，揉一揉，你会发现我们手指触及我们头皮的点有的地方是不疼的，而有的地方按下去以后是酸酸胀胀麻麻的。那么这个酸胀的点就是我们不通的地方，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头上是有一把经络锁的。这把经络锁，如果你把它完全解开了以后，我们的供血量会变得更好，我们的大脑也会被释放开来整个人会变得更加的精神，面色变得更加的红润，脑供血会越来越足。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去帮助你缓解我们脑供血不足。做完了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供血往上升了，整个人会更加的舒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它的齿头非常的圆润，更好的能渗透在我们头皮下方的一个经络里面，而且呢，通过这个梳子去疏通我们的头部，更好的能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锁。这个梳子非常的耐用，非常的结实，居家备上一把呢，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要打开我们头上的锁，首先就要开上我们脑门上的一个天门线。天门线怎么去开呢？就是顺着我们的印堂往上去推。大家看，1、2，从印堂往上去推大家看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我这个梳头在往上推的时候它是推着一道气血在往上走，而且呢，当你的供血量越不足，它这个气血的影子它就会越淡，你推起来的时候也会越疼我们就这样推推上一个50下。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因为咱们呢，如果是用手指去推的话，我们手上的皮肤和头皮上面去摩擦久了以后啊，它皮肤上面会有增生，头上会有一道消失不了的一个红线啊，这条线看起来就特别难看。用我们的梳子啊，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而且梳子的一个渗透力啊，比手指啊更好。好，我们推上50下以后，把这个门啊两边全部画上，你看，从这里1、2、3、4啊，把它侧着，你看。侧着这个梳子一定要侧着往外梳，梳到我们的耳朵这个位置，啊，就这样去梳。你得把前面这个门啊给打开。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头上啊痛点越明显啊，那代表着你头上的经络啊越不通啊。梳完了一侧，我们梳另一侧，一般一侧啊我们50下啊，但是在这里呢，咱们做视频啊就不多演示了，我们就这样去梳啊。大家做的时候是数50下，好。做完了以后，我们要做哪里呢？我们要去把我们脖子啊给它疏通开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脖子这里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从我们的耳后往下走，它是一个通道啊，你只有把这个通道啊给它完全的打开，才能增加我们的一个供血量啊。大家看一下啊，看梳子往下刮，顺着你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方，大家看，然后呢顺着我们的脖子往下1、2、3、4啊，往下的时候你能啊手往下，这个手一转过来，正好是打在我们的肩膀上啊。5、6、7、8，我们做的时候还可以干嘛？把我们的头啊微微的，你看偏往下低一点，把这个筋啊给它暴露出来啊，这个筋暴露出来，然后再这样去刮，它的效果啊更好。好，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另一侧也做一下啊，大家看，1、2、3，一般一侧呢去梳上一个40下到50下，整个过程啊是非常舒服，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梳齿过的地方啊，就把里面的一些筋结、一些点啊给它慢慢的平滑过去了，变得平顺了。把这些经络给它捋顺了以后啊，整个人你看做完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头，你会感觉啊特别的清醒，特别的畅快。那么前面2个动作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把我们啊百会这个点啊给它梳开。百会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诸阳之会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的开天门就是为了更好的啊去把这个百会给打开。梳子放在我们的发际线上，就要这样放。往后一直梳到啊，顺着脖子往下触碰到你的大椎啊，就这样看，一直往下梳。你往后能梳多下，往后梳多下啊，头可以微微低一些啊，就这样梳啊。然后呢，我们一般去做上一个啊60下左右。你看，我们甚至可以换个手啊，右手做完了以后换左手啊。左右手都动一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做这个动作它能带动你的肩部啊，对肩部也非常的好。好，做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啊，你再去啊活动一下你的头，再去把眼睛闭一闭、睁一睁，你会发现整个人明显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啊，眼睛的进光量啊会大很多；第二个啊，面部啊会有一些气血啊往上涌，面部感觉热热的；头上面会感觉这个一层一层的解开，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畅快。这个时候你的供血量其实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增强。咱们这个动作啊，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你早上吃完饭以后去做一次，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去做一次。做完以后还能很好的帮助你啊，就是入眠。因为当你的头上经络所打开以后，对于你的睡眠其实也能带来很大的帮助，让你睡得更加的踏实。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然后以后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啊，就拿这个梳子跟着我去练。同时呢，咱们的梳子也加入在合集当中，里面有很多的，包括啊提升我们的面部轮廓感的，改善我们眼角细纹的，都会在我们的合集当中啊有详细的讲解，大家可以点开看一看。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